对，还有一会儿开始啊，还有几分钟开始。对，因为我们其实整个灯光这一块儿，主要面向的还是地边的同学啊。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些同学，有一些老同学，其实已经进群了，一些发布作品的一些老同学，新人。对，因为从整个，其实前面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啊，因为还没正式开始。从整个审美的角度来说，场景审美的角度来说，其实灯光地边，大家做地边，其实做到后面，其实有一大半啊是灯光氛围，灯光氛围其实对你的整体效果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学地边是不是要自己对学完 Max 再报？地边最好是有模型基础啊，一会儿我也会讲到，有一个金字塔，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会儿。因为模型就是站在3D 场景的角度来看的话，模型其实是基础，然后再往上是地边，它是要整合所有的模型，把效果整合出来。然后在做地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审美不够用了，或者说你要做氛围、做灯光，所以它从一个金字塔角度上来说的话，最基层其实是模型，然后中间是地边，再往上是灯光。对，哎，腾飞老师可以聊一下这个灯光的这个岗位，目前来说这个需求量啊，还有这个一般是分布在什么样的项目里边？有好几种，就是像我接触到的啊，一般像我这种一般是做商业化皮肤背景的，就是商业化就是给皮肤或者给 KV 这种做单针的这种会多一点。然后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同事当中啊，就是我也了解过，像一般其实这个岗位就是专门的灯光这个岗位其实是比较少的，特别少。那大部分人他是做在哪一块儿？他一般是做一些像 PV，就是像一些 PV 的一些展示，偏电影向的，或者说之类的宣传向的会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课主要是针对那个游戏内的一些灯光，主要是给地边同学做一个提升来用的啊。灯光是比较难。OK，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今天好，邀请到腾飞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灯光的这个灯光课的一个宣讲会。然后这个灯光课呢，也是在同学里面呼声比较高的一个课程，就是很多同学是非常期待这个课程，因为我们在做地边全流程也好，或者场景也好，那么灯光它其实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就是嗯，虽然你龙画的好，那你看最后那个眼睛到底能不能点到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对于我们个人作品提升来说，这个灯光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好，那接下来就有请腾飞老师给大家分享。好，OK，那我这边直接开始了啊。然后我 B 站是同步开着了，然后有同学们有疑问的话可以跟我互动，好吧？因为我刚刚也一直盯着 B 站上大家发的消息。好了，我们轻松一点啊，就是说大家有任何疑问跟我沟通就好。好，先自我介绍一下，应该有不少同学应该都是老同学了，都认识我。那么我呢，其实个人经历早期了，我是做2D 场景概念设计这一块的，然后这些老的这些项目大家应该都知道。然后中间做地边就是做了差不多有10多年了，到现在了，就是这近2年我一直在做地边加灯光这一块啊。但是我做的灯光这一块是偏单帧渲染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像 KV 像或者是商业化皮肤背景，或者说大家能看到的一些单帧的一些 banner、一些图之类的啊，就是偏美宣向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目前是在腾讯的一个神秘项目啊，这个目前相关的图因为还没有解密，所以说暂时不能放出来啊。以后放出来的时候，到时候我再单独做宣传吧，好吧？因为平时比较忙，所以说这个灯光课呢也是挤着时间做出来了。大家应该在1月份的那次啊，我看了一下上次演讲的时间是1月份，在1月份的那次演讲中，大家应该还能看到我的一个那个灯光的一个过程图，好吧？好，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就是刚刚有同学也在问，就是整个的灯光这一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课程？我整个的其实做了一个塔状的，就是说地边，很多同学问地边能不能学灯光之类的，那我觉得其实后面我也会讲啊，就是说地边其实相当于你整个场景中的一个造型，如果说你的造型不好看，你的灯光是可以把氛围效果打出来。但是你再进一步啊，
我首先我看一幅画，就是它跟原画一样，就是你一个概念图，它很吸引我看过去，但是我在细看的时候，它就没有内容了，因为你的基础，你的地边基础，它没法做一个支撑。这个我一会儿在后面也会讲到啊。所以说，整个灯光课设立的这个初衷呢，它是为了去依托于地边，就是帮同学们帮地边同学去提升更好的一个作品质量，或者说帮同学们地边同学去提升一个审美，然后站在更高的角度上去看这一套东西，就是把这套东西去打造的更好一点啊，这是灯光课设立的一个目的啊。当然，这个灯光课设立的目的呢，并不是说为了大家去做灯光师啊，我并不引导大家去往这方面去走，因为我了解了这个岗位啊，实在是太稀缺了，太稀缺太少了。第一个呢是灯光师要做灯光的话，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岗位，它是一些大厂的一些3A 型项目或者一大型项目里面才会细分出来这个岗位。那目前大部分的游戏项目当中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地边跟灯光是一块做的，一般是一个人担当。就是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场景，我举个例子，这个场景我分配给你来做这个副本的话，啊，这个副本分配给你来做的话，这个任务分配给你来做的话，2、3个月，那前期你可能是编辑，你编到后面你就要开始去处理灯光，是吧？灯光烘焙、调色，后期的一些收尾，这些都是灯光要学到的一些知识啊，好吧？边洗澡边看老师直播，啊，这个我看到了啊。OK，那首先要感谢那个像素猫啊，像素猫老以及 Zelmo 这位同学。像素猫老呢是做了双池之战的这幅图啊，这幅原画设计，然后 Zelmo 同学呢是把它给还原出来了啊。我是依托于 Zelmo 同学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选了这个城市的题材。那为什么选了这个选了这个城市的题材去在上面进行了一个二次创作，创作了这4个氛围，一个是偏早上。偏早上一点，就是破晓的那种时分，然后太阳暖暖的升起，然后有就是晨雾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原本是计划做一个中午的，而中午的那个实在没时间了啊，就是依托于早上那个氛围，差不多做了一个10点钟左右。然后第三个是做了一个下午的，就是黄昏时分。然后第4个呢做了一个夜晚的，就差不多是这四个氛围，差不多这个氛围能够涵盖到我觉得这个能够涵盖到大家能够学到的知识了。我们来看一下之所以选了这个城镇的这个题材，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近2年我们能看到了这种2次元都市的这种题材了以及这种城市类的题材的这种游戏会越来越多这也是目前我们就是市面上相关的宣传，大家应该也都能知道那我们的地边班的一些学员呢，就是这个是地边班学员目前最新的一些作品。就是地边班的学员的作品呢，我们也是引导大家去往当前的潮流就是说目前市面上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游戏上去引导大家去做相关的一系列的作品集了，好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位花园宝宝同学目前已经完成的一个作品，当然也还有一些同学还在过程中的这个就不做过多展示了，后面最后做出来之后我们会单独再放出来。OK，那整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整个我的这个双城之战这个一天的这个氛围的制作心得分享，然后整体分为4步吧。第2步会跟大家聊一下整个灯光课的一个介绍，第3个呢跟大家聊聊一个课程特色以及对应的人群，还有最后的我们一个问题的解答。好，那整个的那个4个氛围呢，我们是依托于刚讲过，就是依托于这个双城之战的这个主街道。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一块然后去来做的。那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早上的这个氛围，早上的这个氛围呢，原本我在做早上这个氛围的时候，我计划的是参考的第1张图呢，我是计划是往那个双城之战的这个有一张图，它是那个早上在野外去看的这张图的效果去走。它的雾效非常浓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就是那种太阳刚刚出来的这种清晨这种太阳刚升起来这种效果，我觉得这种暖色调不够在做的过程中呢，我的那个参考图呢，其实发生了一个转移
然后逐渐看的图看的多了之后呢，我希望它的这个阳光的这种暖调子啊更加明确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氛围参考图呢，其实是发生了一个转变，所以最后才形成的一个效果，它是这样。它其实跟我最早当初想做的第一版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因为我还是比较想把那种早上的那种破晓的那种感觉给它做出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早上的这个效果的一个游戏内的一个效果啊，稍等。好，这个是目前引擎内的一个效果，引擎内的一个效果。那么整个城镇呢，其实比较小啊。我拿到这个城镇的时候，其实只有这一条街道，只有这一条街道这么小。所以说整个做下来了，其实我们也就是在这条街道内去进行一个制作。因为我们再做多了的话，它会有一些区域涉及到编辑的内容了，好吧？好，这是关于早上的。OK，然后关于下午的这个氛围。下午的这个氛围呢，我们最早的一版，当时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偏下午，然后我比较想要的，其实我当时第一印象啊，就是形成在这种脑海里面，就是在脑海里面，其实最想呈现的，我第一感觉我想到的是切光，为什么是切光呢？因为日落的时候或者是黄昏的时候，那个太阳角度特别大，它已经靠近地平线了。会把投影拉的特别长，然后投影拉的长的话，它这个建筑啊之类的，它会切到这些，会切光到这些建筑上，会形成这种效果。那所以说这个是早期第一版定那个大的，就是 L1阶段，我去定它的一个大的调子的时候，我其实想的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了。但是也是一样，我们一边走一边在做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一边在找更多的一个参考。那我发现这个氛围呢，就是我想要让它更加浓烈一点。那下午的这种调性呢，就是偏暖的这种调性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还是太冷了一点，把它的有3层左右，它3层左右是暖调，然后大概有7到8层是一个冷调子，这种冷暖对比的效果，让我感觉它这个氛围感觉是已经快要到蓝调时刻了，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蓝调时刻啊？就是说在摄影界啊，就是说我们蓝调时刻拍照的时候会特别好看啊，就是整个差不多在6、7点左右，太阳已经接近落山的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啊、太晚了，所以往回拉了一点，大概在5点钟左右4、5点钟左右，太阳比较强烈一点的这种暖光比较明显一点，所以说重新找了一版，就是说把参考的方向往这个方向去捋了一捋，所以最后呈现的效果其实跟第一版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大家能够看到，好吧？那整个下午的这个场景呢，其实也是花的时间最多的一个场景，但是呢，在我来看，其实还有很多的可提升空间。比如说我做到这个层级的话，我来看的话，像天空的云雾的层次，是吧？像我们的一个天空的远处的一个效果之类的，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提的地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就是关于下午的一个效果，引擎内的一个效果啊。OK，好，大家应该能看到吧？好，其实我在它编辑上，因为做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它编辑上有些问题，就是需要一些补救。其实我也进行了一定的更改，比如说它其实有些细节啊，我其实在后面去补上去了一些细节一些道具之类的，其实在后面去补了。因为它做到后面，我们要去丰富它整个的一个丰富它整个的一个层次的话，那其实是需要不仅是灯光上，我们在它的物体的本体上也要去做一个增补。好，有同学问为什么下午的建筑里的光是绿色的？这位同学一看是没有看《双城之战》啊。这个是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它的剧情玩法了，好吧？这个剧情玩法，这个是它的那个有一个能量叫什么来着？就是我看里面的一个，这个得给大家看一下啊。好，我看一下有没有。好，这个微光是吧？是微光是吧？我不太记得名字了啊。这就是所以说每一个游戏的游戏性不一样，就是大家如果说了解其中的一些玩法的话或者是
一些玩法或者是一些跟需求相关的，因为我们毕竟大家每一款游戏不同啊，每一款游戏不同，做的就是呃，就是说你所依托的这个游戏啊，它毕竟还是去为你这款产品所服务的。这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们啊，就是聊到灯光这一块，我知道了啊，像我们身边的同事，那有的是做电影 PV 项的，他的整个服务的对象是里面的角色和剧情啊，是剧情。那我们这个就刚好，就是说我们在了解这个故事背景的同时，要去达到这个效果与效率的这个平衡。好，这个是当前的一个下午的一个效果。好，这边也是其他的角度啊。OK。好，所以整个下午呢，其实我们从初期的一个定调到最终的一个成图，我觉得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夜晚。夜晚这块的一个制作呢，其实是选题是选的比较准确的，因为当时因为我也做过很多夜晚的场景呢，我其实比较想的是月光从头上洒过来，洒到地表的那种效果。那么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同学的那个做灯光做这一块他们其实很容易把夜晚做成什么样子了？他很容易把夜晚的，他觉得是夜晚的灯光，就是我想起来，就是在我早期入行的时候。我去烘焙一个场景的灯光，我很容易把一个夜晚的灯光压得特别的暗，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晚上的场景嘛，我应该给它的那个平行光应该给的特别暗才对，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其实是不对的。我记得有些同学他把那个平行光，我们的默认值其实是10，他都能给到五以下，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啊。即使是在夜晚，其实我们也是有非常明确的光影的也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光影效果了。光影是因为月光。这种月光下面，我们也是能看到它这种投影效果的，不然的话，它整个都黑到一片去了好，所以说整个夜晚的制作呢，其实是定调定的比较好的。整个呢，我其实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光的位置的变了一下。那我是把整个角度呢，就是设置到了核心的这个偏这个，就是让它的视觉引导线之类的都是往这个月亮方向去走的。哎，好，切出来了一下好，所以这块呢，就是说，在从初期的一个定调到中间的我们的一个氛围的参照，其实我一直是锚定了这两张图，因为它这两张图，我觉得在夜晚的氛围以及颜色，还有灯光一块都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指示了我们只需要把它套过来套上去把它还原出来就好了。包括这种月光然后这种云层这种云层的暗调然后这种星空的感觉是吧？然后这种夜晚这种暖暖的小屋里面这种感受，把它做出来就好。然后右边的这个是那个守望的右边的是守望的这个多拉多的这个地图，当时也是给了我这张图做这张图的一个灵感好，其实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其实这张图也是还有提升空间的，但是这边时间问题时间原因，所以说后面我会在直播当中也会给大家去把这张图继续完善包括我看云层，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层次还可以接着丰富一些光的问题，还有一些雾的问题，我们也还可以接着往下去走好，整个的作画过程中呢，其实做图过程中呢，我其实找了大量的一个参考，其实早期呢也是一样，其实很少，早期可能只有这些图然后我们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呢，其实不停的去在扩不停的在扩整个氛围的一个参照。那从原画到双城之战，然后我还找了很多电影，像皮克斯动漫的一些电影然后守望，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每一些其实我有大的一个氛围参考，也有局部的一些参考，都罗列在这个里面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我这边其实有个习惯，因为我是偏向于做这种单帧氛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会随时去截每一帧的当前的一个进度，然后我的习惯是把它贴到哪个呢？贴到我的贴到我的 PS 里面，这样我其实是能看到每一帧图，我每一帧的进步，或者说每一帧的问题，我都是当做像审核我当年的原画一样去看。
所以说我能知道每一处细节问题在哪儿啊。这个改出来其实已经有3、4次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最早的一版，然后逐渐去L1阶段，我们去定它的大的氛围调性，好吧？好，逐渐去，到达 L2阶段开始去调整，让它整体偏软调的一点。好，中间其实我做到一段时间，其实想法枯竭了。比如说这个云层当时特别的乱啊，特别乱。我是想把它整理起来，并且它的云的走势能够去指引到这个核心的主体，然后手动去给它做了一个，我在 PS 里面去手动画了一下，让它能够给我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引，让我能够去进一步。然后为了拉开近处和远处的一个区别，我其实近处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我是给了一个冷调子。好，然后进入到 L3阶段，我们就开始逐步去细化啊，然后去云层的一些丰富，整体氛围的一些调色啊之类的。好，这个是当前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从第一帧到现在这一帧当前的一个效果，差不多有个2、3、4版吧，应该有2、3、4版，可能中间还有一些截图我没截啊。就是说我会有这么一个习惯，也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大家在做灯光的过程中啊，可以把镜头停下来，然后去每一帧都保留到 PS 里面，然后这样去前后对比查看，啊，这样去看的话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啊。OK，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讲。那么很多同学其实觉得灯光特别难，那这个灯光它究竟难在哪儿？我其实也梳理了一下啊，就是说首先呢是这个审美这一块确实难，那尤其是当大家拿到一些像一些灯光的一些场景的时候，没有原画的这个阶段是最蛋疼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指引，知道吧？你头脑里面是空的，这个时候是需要你去进行创作的。那这个难就难在了这个原创问题上。这个原创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原创问题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做原画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说做概念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是站在，因为我是从2D 转过来的，我是了解整个原创问题是怎么能够去解决的。一会儿我也能跟大家去聊到。那审美难这一块，它难在哪？我们来看到有些同学他拿到测试，那这个测试呢，它全是一个文字性的一个描述，可能有的同学拿到灯光测试啊，或者是拿到地边的测试，它全是一个文字性的描述。当然，有的灯光测试它会提供你一个某某某的一个素材，它让你就是用文字描述说，这个测试内容呢，就是让你把这个氛围做一个雨天、雪天或者是阴天，让你做一个不同天气的一个氛围，或者是早上日光洒过来的一个效果，是吧？然后给你一个案例。那很多同学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会就是抓脑袋，问题就是说出在了这个原创问题上，就是没有思路，知道吧？那这个我们也是跟上过地边班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我是通过一张规划图来给大家去聊这块的一个内容的，好吧？就是我在 B 站上有专门去做一期分享有做一期分享，就是说我们 UE 地边或者灯光后面我灯光也是依托于这个思路上去进行的一个改编。那么我在 B 站的账号上其实有专门去讲这一期希望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做测试或者说做任何东西没有头绪，这套视频都可以套上去用就核心还是要解决你脑子里面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去做规划，好吧？好，那我在创作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家应该也能看到，我刚刚展示了，其实放了大量的一个参考大量的一个参考，并且对这个参考呢，我分了一个很明确的分了一个什么时间段，是吧？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定调的，好吧？当然，当这个参考不够用了之后，我们是需要再去补充更多的一个内容，好吧？大家看，光那个早上的这一个氛围早上这个氛围，我其实最早的时候刚看到大家是一张偏阴天一点的，没有任何啊太阳出来的那种效果。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呢，我其实发现了一些非常不错就是说那种能感染到我的一些氛围然后我在那个阶段上，我才决定我去调整它的一个方向。就是首先这个东西它得能去打动你自己，好吧？啊，
然后我通过这张图呢，我就找了很多的一个依托，就找到了这幅油画，然后有一个叫俄罗斯的一个油画家，然后他画了很多很多这个相关日出的或者是黄昏的，或者是日出的一个效果，是我就找出来作为了我一个二次参考的一个方向。OK，好，那我们接着来讲关于就是原画这块就是审美这块究竟它难在哪？我们来看一下原画阶段原画阶段会出现哪些东西。那么原画的情况呢，一般早期在原画拿到一个文案的时候，它会先出概念图。那概念图一般是不抠细节的，大家千万要记得，概念图是不抠细节的。这个跟我们在做地边早期的一些东西上，早期的一些框架上是一模一样的思路。我也是要求大家，要求我们的学员们早期不要抠任何细节，因为没有意义，知道吧？因为我们的大的调子都还没定，所以说氛围就是原画它在做概念氛围图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个不确定性，它随时云层可能产生了一个变化，随时那个光影的方向或者之类的能快速调整，因为做概念设计图其实要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想法对于原画来说，这个想法就是在脑袋里面转瞬即逝。他可能你上1分钟突然来了一个灵感，你需要立马在几分钟之内快速呈现一张图出来，把你的想法给记录下来，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过了几分钟之后，你可能那个想法就没掉了。所以说，概念氛围图其实是记录想法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草图这个草图我觉得它能快速的抓准你想要的一个调性一些东西，但是它不追求于细节这就是我们在早期做概念氛围图的时候会接触到的这个会接触到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坏处就在于哪儿呢？它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因为它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很潦草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概念图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它是没法落地的，尤其是一些没有基础的同学，他不知道这个图，哇，这个云这么潦草，是吧？他最后还原出来，他可能说，哇，这个原画就画成这个样子呗。我还原出来发现不好看，那这个就是原画的锅。很多这种情况因为我有很多下属会经常跟我这样吐槽，而原画就画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会反馈他嘛，反馈他这个就是原画，它其实能给我的一个感受，它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地边或者是灯光还原出来它的感觉就偏了？好吧，这个究竟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哪儿所以说这就是在概念设计上的一个不确定性啊。那么关于原画，一般概念只要定稿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去往下接着去做一个细化稿，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确定性的，包括它的云层的一个走势云的一个厚薄前后的一个关系。那同学们一般就是说，对于地边同学来说，就是拿到一张这么能够细化的图就是来做地边的话，或者说来做自己的场景的话，这个是非常省事儿的。因为很多地方其实原画都已经帮你思考好了，它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动脑不需要你自己再去思考这个云层我该怎么去构造我这个黑白关系该怎么去走，是吧？我的前后层次该怎么去布局，我的光影该怎么去调这些其实是原画都给已经搞定了。这种情况下，好吧？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你比如说像它其实就跟我们在做单体设计的时候是一样的。单体设计一般给你画的很细致的时候，对于模型同学来说，它是非常非常爽的，他照着做就好了，不用自己思考，是吧？但是呢，很多同学他拿到这种上面的这种测试情况这种概念图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怎么去落地了。那这个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就是这种二创的能力大家要去培养一下。就是除了你能不能你去临摹一张场景，你能够做得很好之后，要逐步去培养自己这种二创的这种能力你要知道怎么通过原画，站在原画的基础之上去，能够把他的想法能够传达的更好啊。好，我们再来说难的第二个点，就是有原画，但是原画的灯光氛围不足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去制作，这个就是涉及到二创的这个问题了。好吧，二创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聊的就是说，大家去看一下我这个视频，我其实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了。我们把二创的每一步，好吧，把二创的每一步、每一个模块，我们二创当中遇到的构图问题、色彩问题，好吧，细节问题、结构问题全部都拆出来了。然后每一个模块大家去解决，好吧，每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这样去解决，那最终融合起来，我们这个大的难题这个大的难题就得到了一个解决，好吧？这也就是说，啊。
在整个二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核心还是我的那个规划图，好吧？因为大家其实能够在外面，如果说能够看到我们的有同学发。有同学发自己的作品，如果说有了一张思路规划图的话，我觉得应该大部分就是我们学员，或者是能看到看过我的这个规划图的思路的这个人啊，因为一会儿我也会讲为什么啊。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原画，但是个人手头功夫跟不上，那这种就是纯粹的基础问题了。就是说我就算给你一张好的原画，你还原都还原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你的功底问题。好吧，我觉得是你自己，就是说关于这块该有的东西，或者说基础该掌握的东西还没了解，好吧，手还是深的啊这一块。好，那整个就是我大概是做这块的一个心得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吧，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些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些提问吧。好，其实早期我在尝试啊，就是早期我在尝试这个早上的这个氛围的时候，因为早上的氛围其实这种雾效啊还是比较浓烈的。我其实一直想给它那种比较偏浓烈的一种偏浓一点的这种雾效的氛围，所以说当时也尝试了很多种，要不要把整个场景遮起来啊，让它雾效值达到1倍或者是3、5米之外都看不见人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看你的玩法情况。你比如说像我们在 FPS 类的游戏，我不知道大家玩过那种吃鸡类的游戏，大雾天啊，大雾天的那种情况下，去玩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非常难受，因为你1、2千米的地图，你在那边跑好久，你看不到人，看到人的时候，突然就是在3、5米之内就突然出现了，就非常非常的难受啊，就是这种大雾天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有没有切身的这种体会？所以说，这种我们就是在做这种艺术化用光啊，这个也是我后面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在做这种艺术化用光的时候，也是要考虑游戏性的，好吧？OK，好，我们来看一轮同学们的一些提问啊。好，太多了啊，我看一眼啊，有录播吗？这个后面会有的啊。嗯，P 站，对，一般参考我是通过 P 站啊，就是 P 站啊、A 站呐、大家也要自己搜集图库啊。我们其实，应该进来的学员们应该都会拿到我们的图库，就是说我们的自己，我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在做自己的，就是大家既然进入到这个行业了啊，就是说在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一边要去培养自己的这种手，就是你在做项目的时候是培养手，但是呢，你去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要培养自己的眼，你要不停的去看看这些东西，它究竟哪儿好哪儿不好。当你看的多了之后，你的眼睛自然会被拉起来，好吧？所以整个双城之战啊，或者是之类的，我们其实定期也会把这些图例或者这些图集啊，包括这些整套的这些游戏内的一些图，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收集的啊。也当然，我们圈子内有些学员们也会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啊，比如说最近我看到有一位同学好像分享的是那个抄写词里面应该是《刺客信条》引的吧？哇，这套图我觉得还收集的挺好的，一些做写词的同学，这个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好吧，后面我们可以做成福利分享给大家啊，这些有挺多的啊。好，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阶段关于灯光这块的一个课程内容的一个介绍。好，整个灯光呢，其实我把它分成了三个大块儿，就是大家不用看这么复杂，因为这个其实是我细分之后的一个目录。那整个流程呢，我们其实就3个大块儿。这个原理了，这个大家可以先不用看这么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的整个地编流程，大家学过我的课的时候应该知道啊，我们在早期其实是做了一个规划图的。这个规划图其实是解决大家头脑里面对拿到了这个测试或者是对这个场景不清晰的时候，去解决他的一个头脑里面的这个疑问的这个问题，好吧？当然我们有了这方面的规划，所以说就我们开始去搭白盒啊，去给出贴，这个时候就有了一个骨架整个流程下来，然后再开始去做它的一些建筑结构，或者说我们道路的一些结构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肌肉像如同人体的一个肌肉，这个
最后呢，我们再去给它去细化，然后去做整体的氛围整合啊之类的，这些其实相当于就是它的一个外表。所以说整套下来了，我们整个地边的流程也是顺着这个流程来的啊，就是从头脑里面再到骨骼，再到肌肉，再到外皮啊，这一系列的东西下来，就是形成了我们整个的一套课程框架。那整个的灯光的这个流程框架也是一样的，我们早期也是要根据这个先解决我们头脑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我时常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对于没有任何航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好吧？你自己如果没有目标的话，那你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反方向的，在我来看，所以说前提先计划好，我们先做一个计划，这个设计图呢，就是说相当于是一个计划。那同样的，我们在做灯光的时候，前期会做这么一个设计图。那其次呢，我们会从宏观的角度去定调它整个 L1阶段我们的灯光，我们去把灯光的调性先基础的朝向大的调子、大的氛围，我们会在 L1阶段去进行一个定下来。然后第二阶段呢，我们会开始一个中间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去更进一步去细化灯光去做一些切片，或者说做一些投影的一些分布，光和影的分布之类的。然后第三阶段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些微观层面，就是说开始去抠一些细节层次没有完善的地方我们去把它补齐最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收尾，然后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校色，好吧？所以说整个课程呢，大家虽然看的很多，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流程骨架就是按照这么去设计的它其实继承了地边的这套流程下来的好，那整个我来介绍一下，那整个案例的流程，我们其实第一块刚讲的第一个模块，我们会做大的一个设计图，然后基础流程的一个跑通，我们要学习照明理论，是吧？基础的照明理论、光与影的一些用法然后我们构图的一些制作。那构图的一些制作，其实我们在地边课里面有讲，构图的制作其实是地边算讲的是一个基础构图吧。我觉得灯光会讲一个进阶构图一会儿也会讲到。我们会如何去用光与影？那其实灯光就是打光，三分靠打，7分靠遮其实有很多很多原理或者一些技术，我们会穿插到这个里面去用。好，那这个里面也会讲到我们艺术化用光跟物理用光这一块。那其实我整个场景其实会偏艺术化用光一点就是物理用光会更偏写实一点。在写实的场景中追求一些超写实的一些地方会用的更好一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整个场景做下来会有一点点偏一点点风格化的感觉这种就没有走超写实的那种感觉。超写实我们到时候可以去用那个我们给大家的那个案例去走去走一下我们的整个物理用光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在整个初期阶段呢，我们会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就是说电影的一些用光，电影的一些布光。还有我们的一些游戏一些布光、一些氛围，大家去了解。那这个我其实自己经常用的有一个网站呢，就是说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这个网站我会经常在做，因为我是做很多2D 皮肤背景这一块然后我会去参照，而且我的那个项目其实是比较类似于那种迪士尼动漫的这块的一个动画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经常会用到它的一些参考。因为他们的用色或者是他们的光其实是从电影里面能给到我很多的一个灵感的。好，那比如说比如说我以功夫熊猫的这个图来举例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用光，或者它整体的一个审美上，我们怎么去拆分它的。那首先这张图可能很糊它就是那个功夫熊猫的那个大殿上，我们首先去掉颜色之后来看它的一个画面构成。那整个画面呢，就是说从构图上来讲，这个黄金分割点这个老生常谈了就是说我们的课程里面最基础的第一篇就是这个，大家应该玩摄影的或者用相机应该都会看到自己相机里面会有一个这个9宫格，好吧，可以把它开出来。一般我们把主体放在黄金分割点上然后它这里面的这张图，它用了一些云层的这个布景它云层的布景是这个走向，它会引导我们的视觉去往这个主体上去走。然后呢，它做了很多的这个它做了很多的这种山川的走势呢，它是往左边去倒的，看到吧？我应该画了出来了，这个大的趋势是往左边去倒，它是有这么一个走势包括这个云层这个雾层山间的这个雾气，它也是往这个方向去走了。所以整个大家这个视觉的这个引导，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视觉看到下面的来的时候，我们视觉又会被
自然而然的顺着这个流线去走到左上角。走到左上角的时候，我们视觉又会被这个云雾层去引导到这个黄金分割点的这个核心，好吧？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近中远啊，把这种空间关系啊以及这种大的调性给它拉出来了，吧？从主体到我们的一些次要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大的一些剪影的轮廓，比如说我们主体它的排布上它的大的一些剪影关系，然后靠近周围的一些山川，它的一些剪影会比较偏中性一点，然后中间穿插了一些小的一些剪影物体，这样其实也是为了去凸显它的整个一个主体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程度。那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什么很像呢？我们把它切出来，用一些简化的一些结构，这个也是我们课程内到时候会讲到的啊，就是说一些构成的一些基础知识，构成原理也会讲到。那跟我们的大家应该学过美术的同学应该知道，跟我们的那个早期的做色彩这个是相通的。这个静物静物素描这个是完全相通的。就是素描我们为什么主体上会摆这么大一个罐子，而远处会摆这些小的东西是完全这个原理是完全可以套过来用的。好，那我们讲完它的一个素描关系，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一个色彩关系。那色彩关系呢，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灯光。那整个的它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平行光过来从上面做了一个平行光过来，然后照亮了整个上半部分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暖光，然后整个下面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切光切到下面是一个雾效层，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冷光，所以整个层呢它做了一个冷暖对比，将我们的视觉集中到整个画面的上半部分。在这之后呢，它加入了很多一些加入了一些黄色标记的这个框，这些是它做出来的一些切光，它把这些山体或者是这些树梢或者是主体，你明显能够看到它整个主体的这个主体的切光是最大的一块，周围的这些切光是给的非常的小，好吧？这些小的这些也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核心，然后小的这个是为了让层次，让我们的空间关系更加明显，更加丰富。好吧，然后它在画面的左下角呢，它其实用了很多的一个剪影用一些山川的一些剪影去丰富了一个暗面的一个层次效果，让画面不至于过闷，知道吧？这也是用在就是我们在早期画画的时候也会用这些手法然后背景呢，它是用了一个弱对比，但是主体这个地方它用了一个强对比，这样也是核心就是说这一切的核心都是为了突出这个主体，它只是通过了一些明示或者一些暗示的一些手法。好吧，这些手法其实我们在灯光里面，好吧，包括在我们的这个灯光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用到，好吧，在我的这个里面也是会用到。好，那有同学问就是说，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有同学问就是说，呃我这里其实拿了两个同学的两个同学 A 同学和 B 同学的一个案例来做了一个比对就是说有同学问就是说我没有编辑基础做灯光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 A 同学呢，他是做了一个城市街景。那这个城市街景，首先在我来看，它的基础编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它非常的这种拼凑感非常的强，它拿了很多不同地方的资源，又有日式的，又有日式的场景日式的这种，又有国内的，又有海外的，也有一些非常迪拜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地标，又有欧式的建筑就把所有东西融合到了一块这明显就是在地边的这块基础上太薄弱了，好吧？然后在整体的融合上也非常的花和乱，就很多东西就往上塞了一下，在我来看就是怼上面怼东西。这个也是初学者很容易犯的一个问题。所以说那比如说我们灯光课，就是大家如果说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做这个灯光的话，那这个编辑基础的问题，如果说你的编辑基础或者说你作品的编辑完成度不高的话，那就算我灯光最后做出来，它也只是氛围上好看的。我们在进一步细看的时候，这些结构的问题依然是有的，知道吧？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问题依然会有。但我们来看一下同学 B，同学 B 这种情况就是说，大家这位同学 B 他就是带着自己的作品来，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改正。那同学 B 他的问题并没有那么明显他是有。你比如说他的那个结构问题，我们在过程中进行了一个校正。它的地表的一些钢材是吧？它的结构其实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了，包括它线缆的一些走向，其实这些都是视觉引导的一些构成。视觉引导线其实做的不好。那我们在这个梳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往这个也是去突出了这个主体。一个是我们在灯光上我们去强化了这个主体，同时呢，因为它
它这个作品还是有可挽救的一些很大的一个空间的。我们把结构进行了一个合理化的一个布局，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灯光，然后把主要的灯光跟次要的灯光拉得很开，做了一个很顶光的一个效果，然后把主要的一个隐形效果做出来，然后通过一些细节的一些线条的一些走势去引导你的视觉，去往核心里面去走。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灯光课的角度上，如果说同学们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做这个灯光课的话，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审核，就是你的作品在编辑阶段究竟有没有问题。如果是编辑阶段有问题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先去走地边，把地边基础先打扎实了，然后再来去走灯光，好吧？这样其实对你自己，我觉得也更稳固一点。好，所以说整个灯光课呢，我们会去从构图理论的一个基础，以及灯光塑形，我们会用一些光影的一些调性，然后我们会去讲物理用光以及镜头的一些使用，因为其实灯光跟摄影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相通之处，最后也会给大家去把这些东西去梳理出来，然后运用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所以说涉及到的就是一个基础的构图，一个进阶的一个构图这两方面。好，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地边课会用到了一个是地边的一个规划图，那么灯光呢也会通过灯光的一个思路图来去解决大家的一个头脑里面的一个问题。好，那这就是整个前面介绍的就是整个灯光的第一阶段，整个前期阶段吧，这个还不到第一阶段。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整个这几个模块，这几个模块就是灯光的我们 L1、L2、L3三个阶段的一个正式制作布光。好，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三个阶段。刚讲的一个前期阶段就是我们做设计规划图，先去梳理头脑里面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三个，我字比较多然后我梳理了一下，这样来看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那我们整个布光分为 L1、L2、L3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主要通过主照明，我们把大的基调把基础的灯光做出来。然后我们要知道太阳的角度太阳的光以及基础的切光基本的氛围。好吧，物理用光我们的镜头该怎么去打怎么去构这个图，是在这个阶段去做的。然后我们把技术的调性去定下来，然后去做我们的天空盒子、HDR 一些效果这是在整个 L1阶段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好，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些基础的一些就是说氛围的一些备案。好，情绪版会做一些情绪，就是情绪，我们的情绪该怎么去走？我情绪就是说该走下午强烈一点的情绪，还是该走早上淡一点的这个情绪，对吧？这个都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定调下来了。然后，好，这个就是刚情绪版的那个，就是说我这里其实对氛围的那个情绪版其实做了一个，在这个阶段其实做了一个调整的其实我们在后面的正式流程其实是让大家就是尽量早期我们就定下来，就不会在中途进行一个更改。其实这个在过程中做了一个中途的这个更改，其实是浪费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量的在项目当中，我也是建议大家这样，就是说我们早期把东西梳理规范好之后，尽量顺着这个流程往下走就好了，好吧？所以说一件事情的规划就是说，如果是你真规划的好的话，它反而是效率更高的。那可能有些领导他比较喜欢就是做起来再说，做起来再说，反而就是说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会经常反复性的迭代，而且会把你的那个心情给磨掉。你比如说我在做这个黄昏这个调性的这个氛围的时候，我其实心中想的就是这个东西，一直想的就是这个东西。哇，而且我偶尔会跑去海边去看这种日落的这种效果，就非常非常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然后因为我自己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我才能去感受到这个东西它跟我做出来的效果跟我心中的那个效果究竟能不能达到一个一致，好吧？所以说大家就是说，平时没事也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就是大家看看这种实际现实生活中的这种氛围，好吧？也许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好，那这个是目前我们有一个同学就是调整前，就是这个是他调整前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是调整后的一个效果。好，这个当然也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目前还没完成。好，然后 L2 阶段呢，我们就开始去做早上、中午、下午以及晚上的一个灯光，一个深入。那这里呢，我们可能就涉及到一些像基础的一些色彩原理，
更色彩的一些进阶，然后电影的一些色彩用光，我们怎么把它套用到我们游戏上面这是这个阶段要去讲的。然后呢，还会去讲我们的氛围的一些拆解，我们具体的物效该怎么用，然后我们的这个材质函就是那个光照函数我们的丁达尔，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氛围物效之类的该怎么去用切光之类的逆光就是各种光的一个用法，都会在这个阶段去讲。然后二阶段呢，是我们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整个课程里面，其实在这个阶段也是包含了最多的一个内容了。好了。OK，当然，在整个 L2阶段，我们会返回去检查整个边界问题的一个梳理其实我在做这个场景的时候其实对它的编辑其实做了一定的改动的。大家应该如果说有细心的同学去比对那位同学的以前的作品的话，应该能看到我其实给他为了丰富他的细节层次，我其实加了很多的一些细节内容，好吧，一些道具一些细节，其实都是在这个里面去添加上来的。好，这个是 L2阶段。那比如说像这位同学，我们在调整之前，他的编辑问题，其实我刚说了，就是像这些结构问题像这种摆放问题我们一定是要解决掉的，好吧？就是我们当时去跟进这位同学的这个作品的时候，从前期的结构问题到中期，然后我们去做氛围层次，到后期我们去细化这些光影这每一步去跟进下来，然后最后就是当前可能是一个80%左右的一个效果吧。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就后面目前还在调整当中。好，这位同学应该也在直播间就是说可能在听课现在啊。好，那我们整个前面2个阶段做完之后，我们要进入的就是第3个阶段，就是细节照明的一些处理以及收尾。那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去抠里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要不要给一些材质上的一些效果，玻璃的一些效果，反光的地面反光水滩的一些效果或者说我们灯光要不要去给一些边缘光，要不要去细化，给一些道具之类的材质上我们玻璃的材质或者之类的要不要去进一步，都是在这个阶段去完成的。然后整个的物效或者是整个的氛围，在这个阶段要不要更浓一点或者更淡一点？我们的云的构成，我们的天空盒子，要不这个阶段进行调整颜色，最后的一个收尾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好吧？好，那整个的灯光的流程，其实通过这3个阶段就给大家讲基本上讲明白了。哎，好，跳出来了稍等，基本上就是这3个阶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整个3阶段做完之后，布光做完成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个灯光的性能优化，好吧？这里我们也会去讲像 Light Map 光照烘焙，还有一些像我们用到的整个氛围调性，我们里面肯定会用到一些特效一些物件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灯光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后期处理，我们该怎么去优化，也会在这个阶段进行一个给大家去讲解。然后我们也要去实操整个烘焙光照，因为现在虽然说很多游戏已经立了3A 了项目了，有很多游戏是实时光，但是市面上依然有7、8成或者是大部分的游戏那种老的那种游戏还是赚钱的那些项目，他们的技术还是用的是以前的那种老的技术去流传下来的。为什么说他们不用新技术了？就是说，因为这个更改迭代的成本太高了。你要想，假如说他都做了，就拿这个车来举例，他可能是15年或者16年做的那个项目，他做的那个车，那个车放到现在，他都过了10年了，是吧？他10年的那个技术经验，他做的那个流程都是这么下来的。你突然要迭代到它的话，你可能要改掉300个资源，对吧？牵扯的资源牵扯的任何东西都太多了。好，所以说关于烘焙这一块，我们也还是会讲，好吧？这是灯光性能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好，最后呢，我们其实是在最后这个阶段，我们会整合大家的一个个人作品集你比如说像这位同学，我们会帮他去梳理整个作品集最后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发布，好吧？然后去推荐他去往哪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就业。好，那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一个流程当中，我们目前已经辅导了很多同学就是说我们最后会在一个官网上进行一个展示，其实也是会提高大家的一个知名度的一个情况。好，当然还有一些同学可能目前还没发布大家等发布之后，大家应该会知道他的作品，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
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整个的课程特色以及对应的一些人群。那整个灯光课呢，其实，好吧，就是我们在地边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个灯光课程。从地边的角度来说，因为我是从原画做到地边再做到灯光的，我是了解整个流程，但是地边我是做的最久的。从地边的角度来说，模型是基础，好吧，模型是基础，因为你抠到后面，你抠细节，我们就是在模型上去打磨这些品质。然后地边你做到上面就是灯光，你的氛围调性或者是你的整体的审美，有时候原画可能他画的都不对，但是你做的东西能不能比原画做的更好，这就涉及到你的整体审美的水平，好吧？所以说，很多同学来问啊，我看到评论区里面有很多同学问，就是说，那我作为一个没有地边基础的，我可不可以学灯光？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啊、我建议就是说就是尽量还是先有地边基础，你再去附加这个灯光，因为灯光还是比地边更难一点，它包含了地边，知道吧？它跟地边是一个包含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灯光而言，地边是一个基础因为我们设立整个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提升整个地边的一个品质啊，好吧？然后对于地边而言，如果有的同学他就是走地边向的，那首先你的模型基础得要好就是你把模型基础给打牢。好，所以说很多同学应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新人地边觉得我把 UE 引擎学会了，我把资源怼进去，我不就效果就出来了吗？哇，我也会地边所以说这我也可以，是不是这种感觉有一些新人同学，但其实并不是在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差得远了差得太远了有太多内容你要去消化掌握了。因为从一个入门，它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但是你做到后面，你会发现越来越深入的东西，发现它有很多东西你是需要去掌握了。我不知道大家滑过雪没有就是说像那个，凡是入门难的东西，它的后面越来越简单。就是我知道，就是我感觉是这个理论就是凡是入门难的，它的后面简单；但凡是入门简单的，它的后面越来越难，越来越难，知道吧？就是反正是总会在一个关口那儿等着你了，你是逃不掉的啊。好，那所以说我们整个下来开灯光课的一个目的其实是核心还是为了灯光，还是为了地边的一个进阶，并不是说为了大家去应聘灯光师可能这里有少部分同学可能是从电影 CG 想去转到游戏 CG 方向，其实是可以去走这条路的。但是我不建议就是说大家去新手同学去奔着这个灯光师去，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灯光师虽然说比之前多了一点这个岗位但整体上来看，它的这个灯光师的需求还是太少太少太少了还是太少了这一块。所以说，整个开这个灯光课的目的还是为了地边的一个提升提升地边的一个审美。第二个呢是帮地边同学去丰富他的一个作品集，它是一个加分项。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同学可能在面试当中发现，就是说有的面试官可能会问你你会灯光吗？就是说，或者说你地边做的很好，那你对灯光这块掌握的怎么样？因为其实现在灯光就是我刚讲过了，就是在很多项目里面，就是说灯光地边还是一个人包办的，大部分情况还是一个人包办的好吧？那整个适合的人群呢，我就是定调还是适合有地边基础的同学，最好是自带作品自带作品，希望能够自带作品进一步提升。那大家其实是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进来，然后我们进行整个灯光的布光，然后布光完成之后，把你的作品进行一个提升，好吧？这个就是跟地边不一样，地边课我们是从0到1，但是呢，我们灯光课呢，就是说大家可以自带作品但是这个自带作品的前提是我们要进行作品的一个审核然后第三个适合的人群呢，就是说有很多影视灯光转游戏灯光的，因为我们整个课程是比较更贴合于游戏方向的，好吧？从影视转过来，因为它服务的对象不一样，影视大部分服务的对象是什么？就是 PV 里面主角剧情剧情向，但是我们游戏灯光里面讲的更多的还是说游戏性上。首先你是你的艺术用光跟你的玩法中间要取一个平衡值，知道吧？同时还要去了解整个灯光的一些优化的一些东西怎么把它塞到整个手机里面，塞到我们的电脑里面能够玩起来，这个才是比较核心的。但影视灯光呢，可能就关注一个点，就是怎么把画面渲染把主角这块剧情走向，就是剧情的氛围，或者是那种玩家，就是那种看者的那种情绪，把它拉起来这个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点。
所以说服务对象还是不一样啊。但是它中间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你像我们在招聘，如果是招聘一个游戏灯光的话，如果你会影视灯光的话，其实是一个加分项。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3A 游戏里面3A 游戏里面的大佬有很多其实是从影视里面是走过来的啊，有很多这个案例。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想要打造作品集的同学，就是说已经有很多地编作品了，但是地编作品觉得不够出彩，或者是觉得审美上不够，那在我们老师的一个带领下，然后让你的整个作品拔高几个档次啊。因为老师其实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会帮大家去把控这个审美项的这一块，也会不停的去就是去提点你具体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是能看到的，但是你们自己做可能是看不到的，因为前面有的同学看到我的这个我的这个作品啊，就是做这个黄昏的这个灯光的时候，大家刚看到有20-30项的这个图层的时候，大家有点惊了，因为有的同学可能觉得哇，我可能做到第10步的时候我就做不下去了，是吧？做到第10步的时候我就做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很需要一个有人带着你来看这些东西，是吧？怎么能够进一步、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更好一点、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好吧？因为这需要一双眼睛来帮你们看着，因为不可能一蹴而就，你们的审美一下就能被提起来，这也是一个过程啊。OK，那整个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整个开课的目的以及整个课程所适应的一个人群情况。那这个我想最后想说一点的就是灯光这一块，在我来看，无论模型、地边、灯光，其实场景原画永远是站在我们更高维度了。因为这也是我从场景原画走到了整个下面的这些流程上，我整个走通了之后，我发现一直能够支撑我走这么多年的，就是我审美还是在这里场景原画。因为我们去网上，不论是你去看油画、看水彩、看摄影，所有东西都相通的。就是我们这也是我一直想说的一个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场景艺术家，我不希望大家去把它分开了。就是无论你是做灯光、做地边、做模型，你服务的对象都是场景，知道吧？那所有场景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每个人用的工具不一样。那地边的同学可能用的是引擎，是吧？模型的同学他用的是 Max 或者建模软件，原画同学他用的是 PS。但是我们核心都是在表达一个东西，都是在表达场景。其实在我来看就是说整个场景艺术它是不分家的它都是一体的，好吧？甚至我们班有些同学可能知道我这个流程就是他学完地边，学完模型，最后去学场景原画就是说有些同学我知道了有些同学是这么去操作了，这样对你来说，长远来看对你的一个发展是很好的一个有益的一个点因为我刚说的这句话就是说不要自我设限，在场景领域里面你永远可以往前面去走，好吧？OK，好，那整个的我们一套下来，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初期的一个曝光，通过我们所有的一个理论实践理论加实践部分，最后会有很多实践的内容，然后去帮大家去把这个灯光去完善到这个作品能够去完善到最后的一个好的一个地步，这个是我们最后在课程内容中会去做的好，那么整个都聊完了整个就聊完了。那这一系列下来了，就涉及到我们灯光的核心的还是这3步的一个照明啊。这个我到时候也会带领大家去做。好，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问题吧。不知道大家不知道聊的清不清楚就是说，因为我整个讲的语速可能有点过快之类的。我们来看一下同学们的一些问题。好，我们先看收集上来的一些问题首先看第一位同学是游戏的一个其他岗位的，工作年限1到3年，研发地边究竟重点看新人哪些方向的潜力？好，这个我的课程内专门有一张能力对照表在你新手入门的阶段，然后在你工作1到2年，你进入到初阶、中阶、高阶，然后资深所对应要掌握的那个能力有一张表那个表可以找我们客服去拿一下。或者后面我们看一下，应该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就业指导就是这位同学可以看一下我的一个我应该在 B 站上有讲过一节就业指导的一节公开课
好吧，再去看一下，我上面有讲的很明确。第二位同学是一个在校同学，在校同学工作4到6年，你这是怎么工作的？这位同学适合什么样的人？完全没有全流程基础的可以吗？你有地边基础吗？啊，刚刚我讲的很清楚啊，就是说有地边基础的我们是建议的，如果没有地边基础，我们建议先走地边，好吧？因为它岗位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啊。好，第三位同学1到3年，目前从事影视灯光，在实习有一些问题。课程的场景是现成的还是要自己制作？好，这个是我们会说到的啊，就是说一个是有地边同学有自己的作品的，我们会提供。当然，如果有些想先学灯光再去学地边的同学，我们也不反对啊，因为我们课程里面还是涉及了初级内容的啊，就是说我们会提供给你一些目前市面上已经公布的公开的一些资源，然后给你去做一个灯光的一个布光的一个展示。所以说会提供场景啊，如果没有作品的同学，我们会提供场景的。好，没有地边经验是否能学习？这也是我刚说到的，就是建议还是先走地边，然后再去学灯光。灯光其实比地边更难一点啊。当然，你如果要反着走，其实也可以啊。但是我的建议是先地边再灯光。好，台字课程是否会深入？深入度如何？能否达到兼修并有问题的这个水平？好，整个材质我们会讲初级的一些材质啊，不会太过于深入，因为整个材质涉及的更多的是 TA 那个项的。TA 其实灯光其实做到后面有一部分啊，包括地边做到后面有一部分，其实是特效也是啊，就是它的材质项有一部分内容其实都跟地边跟 TA 跟技术美术去相挂钩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写一些材质函数啊，或者说我相关的一些内容，好吧，所以说这块不会太深入，我们会提供一些案例啊，然后把基础的内容让你了解整个的一个材质系统。我们基础的一些材质，玻璃的或者一些水的扰动的或者基础灯光的一些能用到的常用的，我们还是会讲。第四个，灯光师就业前景如何？我觉得灯光这一块其实岗位比较少啊，但是好的灯光师还是稀缺的，好的灯光师特别稀缺的，因为这能做到审美上能做到很好的人毕竟是少数啊。哦，影视灯光和游戏灯光的区别，这个我刚讲过了啊，可以复看一下。课程上看着风格画，写实的和风格画有区别。哦，写实的其实更遵从于物理用光啊，它用光其实更讲究一点。那其实我们这个风格化用光其实更相当于更偏近于舞台用光，好吧？更偏近于艺术化用光。这个我在课程里也会讲啊。课程会提供就业服务吗？啊，会的。我们其实有内部推荐啊。目前我们的助教老师其实有跟各个厂的一些 HR 们有直接的一个对接，就是也是我们其实目前也推荐了很多同学去库洛啊，或者是去到很多中大厂，其实都有啊。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可以有就业需求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的助教老师。灯光师的作品集应该是怎么样的？该怎么去完成作品集？哎呀，这个我后面单独出一个给你们来讲吧，啊，单独出一个讲吧。我们接着看下一位同学啊，灯光课需要准备什么？需要准备场景资源吗？啊，首先你如果说有自带的场景，是需要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是达不达标的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场景基础都比较薄弱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先去走地边。怎么算好看的氛围？怎么算好看的氛围？氛围这块其实它有一个浓啊，有一个浓和淡的一个区别吧。我觉得怎么来给你形容这个东西？好，我这里其实收集了很多图例啊，很多图例，这就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其实找了一些图，它有的氛围其实很浓啊，有的氛围其实很浓，有的氛围其实做的比较淡。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偏感受向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涉及到我们在用光，就是说，怎么去总结这个东西呢？没有一个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统称啊，就是包括灯光这一块，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我们只能说去，它真的两个灯光，你比如说你这个例子就好比是问的是我黄昏的灯光跟夜晚的灯光，是吧？哪一个更好一点？但其实每一个灯光都有它的一个独在魅力，好吧？大家去感受这个，如果出去旅游出去玩的话，能感受到各个地方雪啊，下雪的地方，暴雨的地方。
啊，晴天、雨天啊，晚上啊，这种氛围的这种浓烈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跟情绪相挂钩，跟情绪啊相挂钩的东西，我们后面也会通过这个课程里面的一些案件去罗列出来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氛围好看，它只有一个浓和淡的一个区别。好看的氛围，如果说你得去从如果说我从同一纬度啊，从这个我做夜晚这个灯光的这个纬度上去讲的话，你说这个氛围的好与坏，那我是可以讲出来，就是说我可以从我们刚分析的那些理论上，是吧？我们层次的这些关系，我们的这些冷暖的这些关系，或者说我们的主体为画面所服务的这个主体的这个调性，你有没有去把它衬托出来？好吧，最后形成的这种光影物效这种整合的这种效果有没有出来？但是如果说你说几个不同的氛围下，我们去比较一个氛围的好与坏，这个没有可比性啊。好，课程多少钱？好，这个后面应该我们的摩登老师会为我们讲解啊。我们来讲一下就业指导的建议。好，就业指导建议可以去看一下，我在摩登 B 站有讲过一节就业指导的公开课，可以学习大世界的实时光照。好，这个课目前主要教的就是实时光照与烘焙光照啊，这两个都会讲。好，看一下这位同学，看到很多画面精美的竞争作品，不像关卡，更像平面作品。本次课程上能否真正意义的做到一个设计关卡并且全方面的，而非单镜头的面片小伎俩，甚至建筑只能看到两个面。好，这个我要说一点的就是，这位同学可能并没有理解到整个灯光，灯光的难点在于哪儿了？我觉得首先二 D，你得在二 D 层面上你得能做得出来，好吧？你如果能在二 D 层面上你能做得出来，三 D 层面上那只是我们把一些面片光切成体积光面片物改成体积物，然后我们把一些东西做得更加实体化的一些效果，好吧？那如果说我举个例子，二 D 其实更简单，如果在二 D 平面上你做这个光效，你都做不出来，或者说你对这个氛围你都做不出来的话，那我认为就是说你的基础还是薄弱的，好吧？然后更进一步，二 D 如果说你做好了，你就可以进一步三 D，因为三 D 所控制的因素更多。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可能站在这个角度去看这个光是吧？我们还要思考站在它的背面去怎么去看。所以说三 D 视角下更遵从于我们的物理用光啊，更加真实啊，它的逻辑和要求或者说它的一些严谨度更高，好吧？OK，我们看一下这位同学，灯光和高级地边哪个更适合新人？新人建议先走高级地边啊，走过全流程。好，如果有模型基础、有作品基础的话，可以拿着基础的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有场景基础，你可以考虑走灯光啊，有场景基础了啊，这个得取决于你的作品情况啊。想问问做番剧的场景灯光适合这套课程吗？好，做番剧的这个还是服务于电影 CG 方向的啊。我觉得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核心还是往游戏方向去走的，所以说可能如果说这个同学是走番剧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啊。好，会不会教一些材质的修改方法？会的啊，或者模型调整的方法。好，模型贴图会涉及到我们整体调色，或者说我们整体的后面的这个阶段都会用到的啊，就是说讲我们的色彩氛围这块都会用到，会讲金属度啊这些东西都会讲啊。场景灯光师和地变师基础上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会顺带教怎么细化调整场景嘛。这个核心还是地边的内容啊，我们会站在最终审核，就是最终审美的角度上去看啊，就好比是这个场景，我们会站在这个最终审美的这个角度上去看这个画面的这个画面的这个缺点，然后去补缺哪块去补哪一块，它不限于地边，它还是限于氛围、限于灯光、限于层次啊，好吧？面临一些奇怪的 bug，像闪爆之类的，作为一个新人不知道怎么解决。作为一个新人不知道怎么解决，好吧？我觉得这个，嗯，首先啊，就是说这位同学他不是游戏行业的啊，他是想走番剧或者之类的，这个课程可能不太适合啊。然后你后面的这些，如果说你是走 U1，你们番剧这些东西也要用到 U1的话，那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一下。
好，这些东西其实在课程内都会讲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两位同学，灯光课灯光岗位有招应届新人吗？一般不招啊，一般不招。想问一下，晨光灯光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比较难。我觉得灯光师首先这个岗位啊，就是说前面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个岗位它首先是比较稀缺了，其次它非常高的审美，再其次大家要有大量的项目来历练，大量的项目你去做完之后形成了你的作品集，你才能去投这个，因为我们能看到你的作品，通过你的作品能看到你的能力在哪，是吧？如果说你一上来你是一个新人，你是没有任何作品的，一上来走灯光是完全走不了的啊。太难了，因为你竞争的对手就是一些有常年灯光经验啊，在灯光做了很多年了，作品集也非常完善了，你跟他去怎么竞争？我问你，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灯光岗位就业方向是什么样？对，好，这位同学说的没错啊，就是说目前的阶段，啊、大部分公司跟场景跟灯光还是合在一块儿的，就是我们做游戏的大部分同学应该做地边的，做到后面也要涉及到灯光啊，有做地边做到后面就是也会涉及到灯光的一个处理，没有分得很开，除非是那种3A 大项目以后开的越来越多的话，啊，才会去拆出来这种小的品类，但是岗位要求也不多啊。好，所以说整个我们课程的设计的核心目的也是为了去为整个地边去服务的啊。是否建议先做地边再做灯光啊？这个我在课程里面讲过啊，是建议的。然后，好吧，